医生怒斥5种首饰别再戴了，等到患癌后悔都晚了，千万要注意。陈叔叔退休后新增了一个爱好，就是养生。为了养生，什么奇奇怪怪的方法他都愿意尝试。前不久，陈叔叔去买菜时，看到一个面相憨厚的小伙子在推销什么红外线能量石，据说能够治疗很多疾病。陈叔叔随口问了一句能不能治高血压，小伙子便认真的跟他科普了一番能量石的神奇之处。在科普的时候，还顺便贬低了一下医院医生，说之所以医生不愿意将他的高血压一下子治好，只是想多赚他的钱。深信不疑的陈叔叔买了一串能量石手串戴在手上，幻想着不久后他的高血压不药而愈。3个月后，陈叔叔发现自己的睡眠质量越来越差，还很爱大把的掉头发。在家人的劝说下，去了医院检查。医生查了血常规后，怀疑陈叔叔身体受到了辐射，做了进一步检查后，确认了确实是有辐射污染。追本溯源一番，医生断定是陈叔叔的能量石手串辐射量超标导致的。陈叔叔一下子有点懵，他戴这个可是为了治病，怎么还给自己整出病来了呢？医生有些生气，您有病就到正规医院检查治疗，相信什么资质都没有的街边骗子。我们医生的努力真是白费了。家属附和，医生便苦口婆心的告诫他们，不光是能量石首饰，市面上有5种首饰都不能够佩戴，可能会致癌的。你知道都有哪5种不能佩戴的首饰吗？1. 合金首饰。顾名思义，合金首饰是用各种合金材料制作出来的，外观类似于金银的首饰。这类首饰相对于金银首饰来说，价格相对便宜，款式也更为新颖多样，所以受到很多人喜爱。市面上正规的合金首饰一般以2种材料为主，一种是0号料，价贵但健康无害；一种是锌合金，便宜也是环保材料的一种。如果买到的是这2种材料制作的合金首饰，那正常佩戴是没有多大问题的，只是也要注意不要长期佩戴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市面上很多合金首饰看起来光鲜亮丽，仿若真正的黄金白银一样，其实里面大有乾坤。因为工艺并不十分复杂，很多小的加工作坊也能够将合金首饰加工出来，且肉眼无法分辨。这些小的作坊不会购买0号材料或是锌合金这种环保材料来当作原材料，因为性价比不高。他们会收取废旧合金材料，用来直接根据图样加工成各种各样首饰，靠低价卖出牟利。这些合金首饰里面所含的铅、镍以及各等各类重金属元素，直接接触皮肤并长期佩戴，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隐患，比如会刺激消化系统，引起莫名的恶心呕吐、腹胀腹泻、食欲下降，甚至剧烈的腹痛等症状。长期佩戴还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正常细胞受到影响，最终影响到机体的免疫能力。一些头晕、头痛、失眠、神经衰弱等和神经系统相关的症状，也可能会因为佩戴含铅等重金属的合金首饰造成。而这些症状只是身体的最初症状而已，如果多年佩戴，那疾病持续发展，很可能就会造成癌症的发生。因此，哪怕合金首饰很好看也很光鲜，是黄金首饰的平替产品，如果不确定材料构成，为了身体健康，也尽量远离吧。2. 塑料首饰。塑料原本并不是用来做首饰的，但近年来塑料首饰却越来越多，尤其是儿童首饰的原材料，大部分都是塑料。塑料制品是我们生活中十分常见的东西，但一般来说都只是短期接触，不会长期在身上放置塑料。但做成首饰却不同，首饰会被长期佩戴在身上，那身体就会长期接触到塑料，就可能会引起各种疾病。首先，塑料首饰直接接触皮肤佩戴，里面所含的聚氯乙烯就会释放对血液有害的物质，诱发白血病等血液疾病。塑料制品长期佩戴还可能会造成身体的慢性中毒，可能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就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。尤其是一些五颜六色的塑料首饰，除了含有聚氯乙烯之外，还会含邻苯二甲酸盐等物质。这类物质短期接触不会有太大危害，但长期佩戴就会造成机体出现各种诸如头晕、头痛等症状，甚至引发癌症。本身国际上对于塑料制品的危害性就有着明确的表达，对很多塑料制品也在逐步进行限制使用。
这些被限制的塑料制品还都是短期接触的物品，长期接触的塑料首饰更是对身体会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。所以不管再好看、再便宜，都不要再佩戴塑料首饰了。尤其是家里的孩子，更是少接触为妙。3. 染色玛瑙。玛瑙本身是一种天然的玉髓，或者叫做宝石也可以。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上有纹路。玛瑙本身是有很多颜色的，比如红色、蓝色、绿色、紫色以及灰色等。有了纹路又有颜色，是很多人喜欢玛瑙首饰的原因。但因为是天然矿石，有色的玛瑙是有一定的价格的。很多无良商家便利用廉价的染色剂来制作各色玛瑙。这些染色剂进入到玛瑙当中，长期佩戴首先就会对皮肤造成不同程度的刺激和损伤，导致皮肤炎症。有一些染色剂当中所含的硝酸钾、硝酸银等物质，本身对人体来说就是有毒的。如果长期接触身体，机体的心脏、肝脏等器官都会受到损伤，其中的重金属更会不断的进入人体，造成损害。除了这些外，很多染色剂因为毒性强烈，长期接触还会影响到人体的免疫系统，造成免疫功能紊乱。任何一种对机体的影响，时间一长都是致命的。如果不注意，癌症可能不知不觉就到来了。4. 文玩核桃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很多人喜欢上了盘各种文玩，尤其是核桃，大家盘得不亦乐乎。但大的核桃毕竟不太方便，核桃手串便开始大量占领市场。只要是卖手串或者文玩的地方，几乎都有核桃手串的身影。为了能卖出手串，商家还会给这些核桃手串赋予各种功能和故事，让一些本身就喜欢这类物品的人趋之若鹜。真核桃手串确实算是好东西，但市面上大部分的核桃手串其实都很可能是假的。这些手串真正的原材料是塑料、树枝等，想要制作成核桃的样子，还会在上面刷上化学制剂甲苯溶剂。如果这种假的核桃手串被长期戴在手上，对佩戴人的呼吸系统、神经系统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。如果甲苯溶剂达到了一定量值，还会对肝脏以及女性的内分泌系统造成损害。甚至还有的核桃手串不光有甲苯溶剂，还含有铅等重金属，多种有毒物质的影响下，患癌的可能性就会更高。5. 能量石首饰。能量石是一种比较有争议性的东西，一部分认为能量石本身对身体能量的平衡有积极作用。再详细一些，他们认为长期接触能量石能够改善整个身体的状态，改善疲累等状况。但另外一部分人觉得以上的说法都没有任何科学依据。能量石说白了就是一些对身体有害的石头而已。不管哪种说法，或许都没法说服另外一部分的人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能量石确实大部分都含有各种有害重金属。如果长期接触这些诸如铅、镉等有害的物质，就会造成身体重金属超标，引发癌症等疾病的发生。另外，大部分能量石其实辐射水平都是超过人体能承受的标准的。长期佩戴这些东西，等于在不断的被辐射。我们都清楚辐射对人体的伤害威力有多大，程度稍微严重一些，可能几个月就会激发白血病等癌症的产生。所以一定要劝劝家里容易听信这些的老人，不要购买关于能量石的物品，尤其是能量石首饰。在没有确定这个东西绝对安全的情况下，一定不要冲动去接触。再喜欢都要考虑到身体健康，不能本末倒置。结语：首饰是我们用来搭配穿搭，为自己提升愉悦感的。也就是说，佩戴首饰首先考虑的是开心，但我们也不要因为感受到了开心，就忽略了所戴首饰的安全性以及健康性。在购买首饰时，尽量不要保持着猎奇的心理，到正规的品牌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符合国家标准的首饰，也不要因为贪图便宜，把一些看起来华丽但价格便宜的首饰当成是好东西并佩戴。当然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，不要相信一些商家为了卖东西而刻意宣传的各种所谓功效。首饰就是首饰，不会有任何功效，你说对吗？